80后潮汕大哥初中还没毕业就出来闯社会，从400块钱工资开始。我们都来自潮汕人嘛，都是农村来的，5兄弟姐妹，白手起家做塑料袋生意。99年就入这个行业。从哪个节点赚到第一桶金？在深圳搭建了胶带帝国，产品卖到全球175个国家。凭什么你在那段时间先赚了一波钱呢？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做到了，那订单就一大堆。带着村里的潮汕老乡发家致富。我们村里面很小，这1000来人，个个都在深圳买车买房。然而他不会英语，却在今年来到美国开工厂，从头开始。这种英语是不懂的，这个关税的问题，来到美国其实就是商机无限，而且选择比努力重要。带着整个家族来这里，前26年都选择了深圳，然后未来这10-20年在美国。Hello， 张总，欢迎，叫张小明，来自潮汕的，从事这个塑料包装行业有26个年头，深圳工厂有4个，19个仓储，东南亚。中东，全球的176个国家。对，这个互联网的崛起。刚出道的时候，其实你还初中都还没毕业，你就出来社会啦。我们都来自潮汕人嘛，然后都是农村来的，我们5兄弟姐妹，手拍最大，就是为了照顾家里人，然后就比较早出社会。99年就入这个行业。出来的时候第一份工作做什么？刚开始就打工，仓库样子送货啊，跑业务啊。那当时工资多少啊？400-500块钱，只要有活干就好了，都没有计较这些。因为下面2个弟2个妹要读书，这个工资的钱全部寄回家，1年才花300块钱。工作了4年左右，就自己开始创业做生意。对，在深圳从1家店做到10几家门店。最早做购物袋，就比如疯狗袋啊，什么快递袋啊，山西配件袋，在华强北，南塘华强北方圆1公里，就是左右前后都看得到，目前还在。我们上去看一看，因为我在上面看到很多有那种胶带的一些样品。你看潮汕人的这个办公室必须有茶桌，摆上这些就是你之前就在现在在这个是8边红的，装的比较好看，印刷我们一个都可以印。现在就是这种胶带生产主要还是在东南亚，在中国为主，是吧？对。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当年就从几百块钱的工资在创业做这种生意，然后现在做到整个胶带帝国的感觉，其实也是几千块是开始做这个事情。对，那从哪个节点开始说就能赚到第一桶金？其实这里面2个节点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就是08年限塑令，标准不清晰，行业500强的企业全部面临停厂，一停厂就供不应求，卖菜市场的、小卖部的，个个都囤一大堆。其实好的，我们的定位是做批发。然后仓库也存了很多货，跟很多厂家洽谈，加班加点，很多。你看客户就莫名其妙，那钱就老是打进来，抓住了时机，而且你反应非常快速。那一段时间大概赚了多少钱啊？第一桶金？就是你1个月就做了人家1年或几年的一个业绩，一次9.6米就3000件，1-2个小时就全部是抢完了，很多货一拿到手就能赚很多钱。其实真正就1-2个月的时间，那1个月就赚了几百万这样子，因为一件货都利润很高。东南亚我们这些量都特别大。装咖啡的，在中东的，一个客户1年给我们就做几千万营业额。原来世界500强就有2家咖啡，一个雀巢咖啡，星巴克，没有直接做，就是有些是间接或者是代工。第2桶金就是第2个重要的节点，我也很好奇是什么时候啊？5年前那个疫情的时候要戴那口罩嘛，我们就做了口罩袋。当时的标准也是每天一个政策，24小时基本上都不停在接单。2020年的1月25号开始到4月28号，基本上这段时间是最紧张的，又过年又卡，按暂停键不能走动。这一次的话卖了多少货，然后赚了多少钱？可以高峰的时候每天都是几百万营业额，就是天都几十吨、300吨的发货。我们大客户切的都是要多少个亿的那个口罩袋，很多人都要快。其实那里面我就解决了几个需求，就是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做到了。备材料、备模具、印刷、苦模、制袋、雕刻就有20几道流程，当时我们就解决了，把各种环节优化，在网上我们就打了宣传，就5到7天交货，别人10天，因为1天的效率都不一样，只要 FDA 啊，要各种认证啊，就是在生产过程货还没出，又换了标准了。所以这一批货其实主要是销在哪个地方，哪些国家？全球都要啊，是美国最大量啊，像日本、韩国，个个都是以下亿为单位，几百万、几千万这个数量，因为一个袋子几毛钱嘛。因为疫情的时候，很多人做口罩啊，这种的确有些人赚钱，但有些人是亏钱的。凭什么你在那段时间快抓住，然后先赚了
了一波钱呢。其实我们做这个包装也很多人亏本，是一波人的管理，做任何一个企业也好，速度效率很重要。我能做到的，我会跟人家讲，5到7天我能够优化下来。需求的就是时间，我有一张单12万个袋子，今天说明后天就有了。哇！你当时的 KM95一个就10几块钱，100万个。这张单差不多1000万，如果这个时间赶不到，他整批货都就报废掉了。基本上跪下来求我们说，一定无论要给他解决这个，确实真的很难。我才几万块钱，他就加到5万块钱，让我解决这个问题，全部连夜量分，争分夺秒换下所有的工。我们打造了很多行业的就是想不到的事情。这个关税的问题，来到美国其实就是商机无限。事情就是我们省了关税。第二个，这本地化的，因为我们做塑料，什么艾克森啊、陶氏啊、台塑啊，选了一个这拉丝膜的项目，是前景非常无限的。采购的那个粒子，然后生产成这种膜，这个是易拉伸的。像这种膜的话，一般用在什么场合？物流的货物的一个固定量大一个，而且是生意一直做，就溢价比较高，溢价比较高。是水电，全部都是我自己亲力亲为，很多东西都是没人做，自己做的，没人敢做，没人愿意做。哦，这里就是你们现在在美国的工厂，现在我们的设备都是生产这种缠绕膜。对，也生产了几个月了啊。正常一个人是工作40个小时嘛，然后4班人马就160个小时，有8个小时是按加班费给他们的。现在订单量那么爆满了吗？对，一天10几吨，你看这些都很多昨天生产起来的啊。然后现在有多少人呢？10几人，还没抓销售。那订单就一大堆，订单都是从哪里来的呀？从海外仓转介绍来的。就是你在国内算是做成集团化的这种企业了，为什么自己跑过来开工厂，从头开始做这种感觉？因为供应链不成熟，在我们国内基本上这个工厂我们连从想法到那什么我们都不用参与的，但是你来这边电工也很难找，水工，所以这里面很多问题都是自己能够动手的。都这个设备的组件有50吨，来了5个货柜，都是我们自己亲力为卸的这种组装的。铁子上面我站在上面给它装上去了，太高，没人敢上。你自己爬上去？那个机量都其实也很组装的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磨头，我们总共是4个螺杆，这个是分贝器，这个是国内最好的精成磨头冷切棍。这一整套设备花了多少钱？全球最好的，差不多要400多万。意大利的，然后我们这台设备就比它少了个零，40就几百万人民币，几百万人民币。对，国内的机器还是性价比特别高。在国内，无论多大的老板来到美国，都得亲自干，亲自开叉车进去管仓库搬货，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Take me back to the old dirt road where Mama and Papa used to go. 今年年初的时候来参加过我们一次活动，那会我们还是讲美国工厂的那些活动，然后想不到你就花了几个月就把美国工厂建起来了，哇，挺感动的，挺厉害的。工厂前期投入多少钱嘛？几百万美金。其实跟台塑、跟艾克森我们也签了战略合作，就500强，比在中国的价格还有优势。这种粒子，对，都是纯新料的。生产也算比较简单，就是粒子，然后加在那个机器里面，然后他们就加热打出来加热，对，然后就冻成一膜。对，就是设备比较好。我们的产品只有纸箱的，就是这个膜嘛，就打包好的。对，有些要装纸箱的，各种各样。这台设备就做几百吨啊。你就在中国有工厂，美国也新开工厂，你觉得在中国开工厂跟美国工厂有什么不一样？其实还是管理啊，都一样的。有管理效率更专业，每天要进步一点点。来到这里都来之不易，研究一下这些工作能不能效率更高，怎么做得更好。这里的人的话，你都是在本地招，还是说你有多少人是从中国带过来的呀？中国是安装设备的时候带完来，他们就回去了。这边都是我一手一手培养起来的。你来美国之前，估计对美国的一些环境啊、市场都有一些想法、设想嘛。实际操作之后，你有没有哪一些跟之前想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好多哦，从工资不理解，文化不理解，什么2个小时要休息10分钟啊，这一系列很多东西都不理解。幸好我那个设备都是智能化的，他们海外厂天天要用的。就跟我们吃饭一样的，你不打包，对，刚需很多周转仓大的。讲过一句话，我说客户在哪里，我们厂就在哪里。那你觉得在美国做生意的话，
你觉得对你来说比较大的挑战困难有哪些？这里的法律法规文化有些东西就是要慢慢去优化学习嘛。这种英语是不懂的，是靠助理解释的，就是慢了好几拍。真正还是水土不服，就看看后面要学英语。好难就这个，觉得最难就是这个问题了。通过展会，大客户我可以秒杀一大堆。感觉你的优势点在哪里？你怎么样秒杀这些一大堆？你就觉得你管理成熟啊，你价格也有整个供应链多高要求的订单我们能解决。做的这些产品都是普货通货，便宜市场就一大堆来做，利润高的大客户的都是高标准高要求。这种材料膜也相对简单一点，你怕不怕就很多竞争对手就入场了？越来越多越好。为什么呢？这个市场相互竞争，你才能够，其实就是能让这些成长。我就很喜欢刚刚讲的，相互学习。你没有竞争对手，很可怕的。还有一点，我就觉得美国的市场还是比较大的，国内的话还是比较卷一点。一卷的话多的话，大家容易降价。因为你产品没什么技术含量是必然的。就是现在是一条线嘛。对对对。你后面是有什么计划或者是战略的布局吗？慢慢增啊，就一步一步来。就先做材料膜，再增加其他品类。收购并购一些工厂，都是有想法有去规划的。你别看这一件货赚2块钱。每天天天都用，就老客户永远都在，你服务好维护好，跟你的客户交成朋友。这个工厂3个多月时间，每天都是睡3、4个小时，从学驾照，几个小孩要分2个学校上下班，每天我是7点钟出发，9点钟到这里，人家来到这里，我是真的啥都没有。其实你的家族其实也挺强大的，你自己兄弟姐妹5个，你老婆那边兄弟姐妹也有5个，然后每次一聚会的时候，哇，30、40号人一个大合照，哥哥弟弟。就是表哥表弟、堂哥堂弟他们加起来，也是带着使命感来的。我说你不是因为你一个人读，你是带着整个家族来这里，要深耕，后面要把弟弟妹妹给他发展过来这边读书。你出来自己工作，打造这么多的生意之后呢，整村镇的人一起出来赚钱，发家致富。潮汕人这种团结互助的感觉，起家致富的一个点就是，其实也是靠人多力量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技术含量不多，那么你要勤奋。我们那边农村的人多，个个出来，只要会送货、会干活、会销售，慢慢的勤奋一点就行了。带了多少人同乡的人出来一起？我们村里面很小，才1000来人。个个都在深圳买车买房，在深圳买车买房啊！这里面就一句话呀，选择比努力重要。一己之力把整村人的100多人带到在深圳。你看华强北都所有的那个街道办。那个文化馆都有我们明星胶带的品牌，门店有10几个，一个都是1、2万到几万的，对，带动了村里面经济的发展。我们原来村里面都是种稻田的，我弟弟就在村里面做电商，带动了很多经济。我觉得这个是潮汕老板的很独有的特性。做拉丝膜也一样，这边海外厂也有4000多家，做里面1%到2%的海外厂来做这个生意也做不赢了。注入来美国首选的第1个项目，这2天都商量好了，我们整个月都无休可以生产，4套人马备着1套。为什么你们能那么团结呢？其实就讲好几个点了，团结基本的要求，这个行业的深耕很重要。股市一样子，一定有高潮低潮，就算有个曲线，你要去把握得住。这个长照膜这样子一样，在国内有1、2万家，现在面临要倒闭，现在在美国供不应求。这句话就是选择比努力重要。前26年都选择了深圳，然后未来这10-20年在美国，很看好美国的市场。对，也主要看到美国这里的商机更多一点，汇率美金的一个诱惑力，7倍汇率。目前为止，在我们现在这个丝膜的设备是国内现在最好的。从材料膜做起，然后就胶带那些就还没做，是吧？几个原因就是。因为这边人工成本贵嘛，1个小时20到25美金，这些法律法规你的成本高，一定要把自动化引进来。这里的员工都是我一个人在这里负责很多人，慢慢培训。这个白手起家就是原来培养弟弟妹妹，在每个人管几家店，有人管工厂，慢慢也培养了很多人，给他们理念就是你要自己有领导力，要当老板。但是我听说很多老板呢，就是他很用心去培养一些人出来，但他自己就跑出去自己干的。那这种情况你有遇到吗？有很多自然现象，就是你100个人有3、5个人懂得感恩，合作就行了。你做越强大，他们就渺小了。开放 open 一点点，我做得大的原因或者做得好原因，也就一直我愿意跟很多人分享，我付出，有一天很多人会感恩。明哥，你这个格局高啊！You're so wild, I'm not gonna fight it, hypnotized, stuck inside my mind because you gotta be something.